哇哦！今天是失业的第2天，也是我斯堡鲁拉山脉里昂bikepacking旅程的第1天。今天从斯堡出发，打算往科尔玛走。正常来讲，去科尔玛直达的话，可能也就50公里。但是这次我准备沿着欧维罗桑克走，相当于绕一下路，但是路况会更好。一共是接近100公里。然后目前打算是在营地驻扎，因为这次旅程时间很长啊，大概是8到9天，所以说我全程都打算扎在营地，非特殊情况我是不会选择野扎的。这次也是因为日子比较多，所以说带了比较多的零七八碎的东西，比如说你看，这块带了一盒巧克力奶，不知道怎么看。然后我还拿了做咖啡的器具、炉子。干粮，这是第1次我真正的重装7中原。目前计划是很 chill 啊，一共全程700，接近800公里，一共有7000多米，接近8000米的爬升，听着还行，但是问题在于爬升集中在中间的400公里里头，因为是鲁拉山脉嘛。今年环法第20赛段就是在鲁拉山脉。目前打算是100公里慢慢骑，什么时候需要休息的时候休息一下。就慢慢到目的地吧。重点是骑完，而不是某一个没有时间限制啊。这次路线选择我是非常偷懒啊。我直接连接了这个欧维罗桑克、欧维罗西斯和一条已经被别人规划好的叫方塔巴塞的瑞哈，把三个连在一起。这样子呢就不需要自己规划路线了。这个云看着不是非常的友好啊，希望我们能躲开雨。下雨了。OK 啊，今天是斯堡鲁拉里昂第2天，现在是早上9点钟，我刚刚从营地出发。今天状态非常好，因为昨天只骑了90公里，而且昨天强度特别低，基本都是在1区靠下的那个位置骑的，所以说今天基本就是满血啊，甚至比昨天状态还好点。所以今天打算上强度。那今天的计划呢，就是中午不在饭店吃饭，中午找一个面包房买一个三明治。对付一下，然后到营地再说。今天是斯特拉斯堡鲁拉里昂的第3天啊。我现在已经出发，其实骑了已经40公里了。马上就要到鲁拉大穿越路线的起点穆贝利亚了，大概还有4、5公里可能就要到了。我打算在那儿先吃个饭，然后要正式开始穿越鲁拉的路线了。我还听到枪声啊，是不是这个季节可以打猎呀？我靠，这我可不敢往林子里钻了呀，真把我当成猎捕祭祭了。不知道能不能看到，今天最大的一个坡开爬了啊，平均坡度不高5%，但是长达8公里，爬上300多米，将近400米。其实感觉还好，我这一路爬过来，感觉坡还是比较缓。换了36的飞轮之后，感觉只要在7%左右以下吧，
都可以用2区或者3区来爬。之前用34的话，用34飞轮只能到5%，5%往上基本就要开始喘了。据说汝拉山脉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植物种类非常多样，看这个路边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，或者能听见牛铃的声音。在整个弗朗施孔泰的山里，都是这种牛铃的声音，特别有标志性，我觉得特别好听。那边也还有，因为弗朗施孔泰地区盛产就是乳制品，所以他们奶牛特别的多，到处都是奶牛。哇，这个大草坪，感觉可以直接一个滚打到最底下去。其实我车上也有牛铃。我一骑车，它也响。哟，今天这最后一段路去营地，正常应该是下坡的，结果这路全是砾石破了，甚至都不是正常的砾石路，就是很碎的路，后刹会直接抱死，刹都刹不住，直接变步行模拟器。这哇，明天要是早上我还需要原路返回上来的话，那真是享大福了啊！朋友们，天崩开局啊！今天是4宝汝拉领羊的第4天，是第4天，第4天。营地是在山脚下，出门就是一个长达11公里，但是总爬升至563瓦的坡。问题在于出门这个坡，它是一条居民回家的小路。刚才那一段坡度至少20%。我骑着我也不知道多少公斤的车，愣是骑上了。就是中间有一段，它的那个路就这么宽，前面还有一个坎儿，我只能拼尽全力的控制自己的车头不要扬起来，太离谱了。刚才那平均坡度应该15左右，最高应该到20多。各位听声音也能听出来啊，我现在叼着相机。以及昨天营地是在一个小溪旁边啊，景色虽然很美，但是很潮。我昨天洗了自己的裤子和衣服，早上的时候骑行裤根本没干，我就一条。最终我还是决定穿着湿的裤子接着骑。还好现在阳光至少早上还可以，就干掉了。乌叔，希望我的屁垫也能干掉吧，这是我最后的希望。因为下午和晚上又要下雨。好事是明天是休息日，至少计划上明天是休息日，因为大概率今天是骑完之后我就没有腿了。刚才这个来饭店的路上是我整个今天骑的最快的一道，因为实在太饿了，再不来就是来晚了，饭店就厨房就关门了。帽子哥，醒一醒，好吧。
这座山的名字叫山上之峰啊，说了好像跟没说一样。987米不是今天最高的山啊，现在最高的应该是1000出头，叫处女峰。但是再往后都是，也不是都是下坡啊，下坡之后再上去，但是不会上得这么高了。这边的树林都是一样的角度，那边应该是瑞士啊，这个下方应该是有条河，然后河对面那边就是瑞士。如果说前几天开局爬坡天气还不好，是天崩开局的话，那今天这一定是天湖开局了。别看现在阴阴的，实际上都是雾，大雾正在随着阳光的出现慢慢的消散。湖面上也有一点点的雾，不知道你们能看到，特别特别美。今天是斯特拉斯堡、汝拉、里昂的第5天，昨天是一个休息日，今天的话会比较轻松。今天只有70公里和800多米的爬升。目前来讲，我在一个长达6公里的平路上，过了这段平路之后就开始正式爬升。我现在海拔很高，大概800米左右。我在这块待了2个晚，最低气温只有6度。非常冷啊！但你看，我现在还穿着短裤，现在气温是8度。正常来讲，只要一直在运动，就不会感觉太冷。想象一下，假如说我也需要爬那座山，哈。今天腿的状态特别好啊，70公里我已经骑完了40多，就剩20几了，爬升也只剩200左右，但是我的腿基本上不累。我能在2区非常舒适的爬完5%、6%的坡，然后没有什么感觉，这是一个好事儿。我现在对明天还是比较有信心的。我现在已经离开杜省了，现在已经正式进入叫欧图须哈这个地区了。又到了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湖啊，湖也是非常大，看着水真清凉，非常蓝。底下有条环湖路是平的，可惜我们不能走环湖路。刚才那一段，平均大概15%，最高16%，倒是特别的匀称啊。但16真不是人爬的呀！我的齿比最小也就1比1，我去！我现在刚刚爬完那个巨陡的坡啊，现在在下坡，但为什么我在中间停下来了呢？因为这个坡的这个路面真的是非常糟啊，下的过程也是非常的有趣，所以说，你们看吧，你们看吧。
会穿过那个吗？我希望今天或者明天我能穿过那个桥，哇，那个太酷了！哇，这时候我要有个无人机，我在穿桥的时候给我一拍，哇，无敌了，好吧？前面刚才我们能看到那个小镇啊，就是我今天的终点，叫猫壁。猫壁盛产一种奶酪，就叫猫壁。它的特点就是它是用生奶做的，然后很软，中间夹了一层炭灰，那个味道非常独特。那天我尝了一块，味道还可以。简简单单70公里，搞定，给自己鼓掌。哇哦！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啊，非常好！一出门就进到这个非铺装路面的下坡，然后前面正前方就是一个，这是几米啊？横木横在这儿。今天这么早就开始 cycle cross 了吗？哇！今天是斯保鲁拉里昂的第6天，也是整个行程里最大的一天啊。正常来讲，我是应该有120多公里的路。再加上2000多米的爬升，2200左右。但是我发现有一段路昨天其实我已经走过了，我就把它切掉了，所以现在是100几公里的路和将2000米的爬升。今天的难点在于爬坡都非常的长，那也正合我意啊，我更喜欢这种长爬坡，而不是上上下下。以及今天最后有一个 HC 级爬坡，所以说今天的最终目的就是节省尽可能多的体力，争取一次把那个 HC 坡给爬完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我的真空胎正在漏气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漏，就是从胎唇那块漏，就一点点漏，漏的很慢很慢，但是在漏。我重新打一下气，希望它能重新封好吧。开始爬这个 HC 级坡了，平常要是没记错14公里多，爬升多少我真记不住了。上来的时候，哇，又是经典的本地居民小道，给我来一个12%的长坡，爬吐了。现在相当于进入这个林间的，算是绿道，但也可以进车。旁边有些长椅。刚才碰上了几个老奶奶，拄着那个登山杖上来，坐在上头休息。照这速度，3个小时能爬完，不错了。哇，看看远处的雪山吧，家人们！我靠，太美了！这可是8月份。爬完了，爬完了，但是实在没有力气录任何东西啊！哇，好长的坡，还好上面有一个逼错。我点了一罐欧皇芝纳可，就是补充一点水，补充一点糖吧。上来了，好高！我是从300米左右爬上来的。我宣布啊，就是今天这个营地是整个行程以来最好的一个营地。它一天只要5块钱，并且它没有任何的星级，并且它也没有任何的设施，它只是一片大草地。但是它能洗澡，能上厕所，能洗衣服，并且厕所里面有纸，并且厕所里还能晾衣服。然后呢，这里还有桌子、有椅子、有遮阳的，并且最重要的是，整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独享。今天晚上肯定会比较湿，所以说我不打算放外帐，就一个内帐就这么地了。现在我已经把饭做好了，做好了饭，实际上就是在艾迪卡买的一个。泰式风味的面，就很一般，但是
它这块还出售这个肠，这个肠应该是意大利风味吧，然后里面是有猪肉，有猪肝，有心，有腰子，就是杀猪肠，类似于干的血肠吧，特别棒，特别好吃，我吃的非常的满意。然后把它放进这个面里一点点，也非常的好，因为它加热之后它那个油脂会融化，然后吃起来特别的棒。总之这片地方我就非常的满意啊，非常的安静，没有任何的声音。也有那边的话有一家应该是养的羊，会听到咩咩咩的声音，但是附近就什么都没有，特别好，特别好。斯堡鲁拉里昂的第7天，也就是倒数第2天。今天身体状态一般，但是应该会非常轻松，因为今天是下坡路，下降大概1000多米，爬升200多。开局就是长达26公里，如果没记错的记录。喜欢干的事就是骑着 bikepacking 车追着正常的公路了啊，让它难受，比如现在这样。好热呀，感觉要中暑了，我靠！今天是斯堡鲁拉里昂的第8天，也就是最后一天。今天很简单啊，只有60公里，从营地基本上一路平路，也200多米爬升吧，到羊河站，然后一路到法国的慢车 d e l a 回到斯堡，大概今天晚上8点钟就到家了。啊，我现在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，但是我必须快点骑，必须赶紧抓紧赶上火车。